起的时候没觉得，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后，发现他的缺点，我忍受不了，看什么都不顺眼。我们年龄都不小了，我觉得很多东西没办法改变，我就是想分开。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算太长，我觉得他处处都很好，可是他觉得我哪里都不行。我还是希望他能多想想我对他的好。我觉得我们还是非常合适的，希望能够继续走下去。怎么认识的呀？通过朋友吧介绍，朋友反正就是说我们俩反正现在都单身吧，比较合适吧，就接触看一下，夫妻之间能不能相处下去。见面之后呢？反正就有时候经常约着一块儿，比如说玩啊，或者朋友之间啊在一起，反正经常约着一起逛街啊、聊天啊这些啊。然后什么时候觉得心动了？都大概过了可能有接近半年吧，就接近半年。最开始没看上啊，没看上，倒是直率啊。对。后来呢？后来觉得人挺好的，还是因为他做了一些小事，感动了我。有一次他出差嘛，到宜宾去买了那边的当地的小吃，然后他晚上就给我送过来，骑个单车，是冬天嘛，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挺好的，有这样子一个人关心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然后他这种事情做过有2、3次，还有一次也给我送个蛋挞。也是在冬天，也是骑单车过来。我们住得很近嘛，骑单车的话10分钟就可以到我家楼下这样的。那为啥要分手啊？认识的时候就知道要抽烟喝酒，是不接受的啊，没看上。然后最后给他提出来，他说他会戒，戒到最后了呢。过年不是又过年了嘛，冬天啊，然后朋友聚会，然后他又跑出去跟他们喝酒。偶尔喝一场有啥呀？他是经常喝，平时的话是中午和晚上都要喝。所以说，只能说尽量慢慢的减少，就说这样的。只不过他说到有时候偶尔呢，有时候应酬啊，朋友之间聚会，偶尔有时候肯定就会多喝点酒，有时候回家挺晚的。那您在烟是彻底不抽了还是怎么了？只不过肯定我就想慢慢的戒掉吧，只不过他哪里戒了，根本就戒不了，经常都在抽烟。他戒了几天，他接着又开始抽烟，是这样的。是当着他的面抽啊，还是很少吧？当着面抽，一般我在家里边就在阳台啊，或者厕所啊。我想慢慢的肯定戒掉，一下几十年的习惯，可能暂时就不是一下。那当时为什么你说你要戒烟，你要戒酒呢？是肯定我答应了，但是一下你说几天的时间，2个月、3个月，你承诺的要戒烟要戒酒，对不对？可能就最后你又戒不了，那就没办法，我肯定接受不了啊！而且我的烟味很难受啊，我知道，我跟你说过啊。那这个他喝酒是哪种喝法？下班的话，晚上他要喝1、2两酒；如果和朋友出去聚会的话，要喝4、5两半斤的样子啊。就喝多了，就晚上还要去 K 歌嘛。那过年的时候，然后晚上回来很晚。喝了酒之后，他是说话又比较多，就很烦，又不爱卫生，那个鞋子到处丢。我有洁癖，这就没办法，受不了。一开始没看上，就是因为这些事情。最后就因为这个彻底分的，还是有其他的事儿呢？有啊。就是今年过年正月初5，因为我去上班去了嘛，我以为他在家里和他姐姐打麻将，结果呢，他那一天都没给我发信息。我们从认识到现在，我们都是每天有信息的嘛，每天发很多的，比如像他去哪里的定位啊，他自拍啊，拍的风景他都要发给我。结果我觉得那天很奇怪，就没有给我发一条信息都没有。结果都到了第2天，我的一个朋友，和他的朋友都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嘛，才跟我说他们到了那个都江堰的什么赵公山去看雪景去了，我才知道。而且那个女士，而且也是单身，是这样的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一点都不可靠，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彻底死心了。你跟一个女的不是单独去玩？不是单独，是好像有4个人吧，朋友一块儿。4个人啊，2男2女啊，对， 2对儿啊。
啊，你看看，不是，那难怪人家生气嘛，你们只是一般的朋友关系。那为什么没说一下呢？不是，那个女人也是单身，他妈特别喜欢，他妈觉得女是很好，让他和他处。不是，那您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？过年前那个女孩子也是我们的共同的朋友，到家里去吃了一次饭，然后吃了饭那个女孩子就回家了，回老家就跟他妈带了双鞋，然后又带了一些菜就去他家里。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是他妈就多想了，就认为那个女孩子对他有意思，然后就叫他和他处，是这样的。那您见过他母亲吗？见过啊。咋样？见过母亲。他妈妈80多岁，和他住在一起的。老人家对您印象怎么样？对我印象一般，好像最开始对我印象不是很好。就是有一次，反正我和我朋友一块儿呢，我们一块儿中午的时间，本来我在家里边吃饭的，吃个便饭，结果我公司有事儿，就叫我走了，12点钟，我就叫他们吃吧。结果那天后来我回来，过了2小时。回来，我妈和我朋友就说，她说她有事儿，就煮好了那些，比如说中午煮的面条啊，那些腊肉香肠做好了，她就自己盛起来先吃了，吃了就叫他们自己盛到碗里边自己吃，她就走了，有事儿。起初是我跟你说嘛，那是第一次到他家去，他家里没有做饭，我们就说下面条可以啊，我这个人又不挑剔。然后本来是过年嘛，他妈说有香肠有青菜，然后我说我来做嘛，我这个人很勤快的，跑到他家里第一次，然后又切香肠又煮又洗，然后菜也让我洗好了，全部煮好了端上桌，然后就说煮面条嘛，煮面条呢，我把面条下好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喜欢吃什么口味，也不知道他们吃多少分量，所以说我就挑我自己的，我就跟他们说让他们自己挑，然后我吃了之后我就又试我就走了，我就以为他妈妈会表扬我，结果没有表扬我，过几天他跟我说他妈妈说我很自私，我到他家第一次去什么都做完了，没有一句表扬的话，结果还说我自私，所以说我很生气，非常的生气。老年人他就觉得反正感觉有点不尊敬他的意思，老年人不周到。饭是做了，但是没给盛，是这意思吧？就那意思，就是没有习惯给别人盛，我也不喜欢别人给我盛，因为我这个有洁癖，也不了解他们喜欢吃什么口味，对吧？是第一次到他家，我就到他家做什么很多家务的。那不就完了吗？我跟他说了分手，但是我们住得很近，他要不然就骑个单车又跑到我楼下来了，又给我发信息。每天我不给他回信息，他又发。所以您今天来这儿是想让他死心是吗？如果能改了，最好。所以我就没搞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对吧？他这个人还是其实有时候还是觉得挺好的。所以他的闪光点是什么？他闪光点就是比较实在，然后呢，就是有的时候还是挺关心我的。您确定他实在吗？现在我觉得他不实在了。通过那件事情，我就觉得他还是不靠谱，没有安全感。那你今天的意思是说，让4位老师劝莫先生从此断了这份念想，就跟您分开，是不是这意思？让他不要再纠缠你，是这意思吧？是啊。您确定他改不了就没办法。不是您确不确定啊？如果改了还可以考虑。哎呀，这又回来了。所以你看，感动可以让你跟他相爱，但是没有原则，你们是没法相处的。当然，如果一个人没有了责任，更是没法长久。您其实纠结的不就是这个吗？我跟这个人在一起，人挺好的，踏实本分，但为什么就是长久不下去呢？就是相处不下去呢？因为你们的规则都不一样。其他事情我先不说，先生我就说一个，关于去赵公山玩的事情。我就很纳闷了，每天都发信息的人，为什么突然就那一天不发信息？我想不明白，我唯一能想明白的就是，我不敢跟他说，我也不能跟他说，因为我内心总有点猫腻在，所以我不能说。所以，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跟他真正在一起，或者您心里有点其他动向的话，我劝您别跟他在一起，而且的确你也没法跟他在一起。因为习惯就是未来日子过的每一天的事情，鞋放在哪里，碗怎么放，床单能不能做，沙发要穿什么衣服，这就是过日子，没办法说对错，每家人日子都不一样。但如果您接受不了，那日子过得就很别扭。所以想明白了，如果过不下去就别过，因为你有些东西真的很难改变。同样，我刚刚其实是在劝您的。您的习惯对不对？我没有办法分对错，因为每个人就是这样的。但是您为什么总是纠结跟他在不在一起？就是因为您觉得他只是一个好人，您特别希望改变他。
我非常清楚地告诉你，人改变不了，特别是已经活了大半辈子的人，怎么改？那就踏踏实说，你人挺好的，但咱俩就是不合适，不就相亲认识的吗？不合适就不合适呗，祝福就好了，别给人家希望，又不停地给人家灭掉这个希望。手机呀，想有信号的时候它就有。看得很透，为什么您在场上一直在强调他做不到，他做不到？因为您心里非常清楚，就是做不到，就是在骗你。我妈妈吃羊肉过敏，她的那种过敏是真的吃了以后就会被送到医院的那种。但她嫁了一个蒙古族，我爸爸只吃羊肉。我妈妈以前连羊肉味儿都闻不了，但是她嫁给我爸爸之后，能给我爸爸做羊肉。为什么？因为爱。我相信您的洁癖，在碰到不爱的人的时候，那个裤子它就是不能上床。但是您如果碰到了爱的人的时候，那条裤子沙发还是床都可以。所以最后送你们一句话：能将就不讲究，不将就就别留恋。谢谢。谢谢珊娜老师啊，算了吧，因为我看您那别别扭扭的样子，真的算了。如果他改了，肯定改不了。就特别简单，我觉得两个好人不一定能生活在一起，因为习惯会打掉一切美好的东西，这个是最可怕的。这个太可怕了，好多习惯就是让最美的东西一下就没了，一个瞬间就没了。而您要说坚持的话，我们也不反对，对吧？开开心心在一起也好，问题不就是不开心吗？开心吗？不开心。不开心为什么非要坚持呢？不知道，对吧？这不现在您是拿它当鸡肋吗？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啊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是有这种心理的话，大可不必了。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